2026年，随着最后3个地铁站开通，新加坡的地铁版图终于画出了一个完整的圆。对许多本地上班族来说，环线第6阶段通车似乎只是路交局 LTA 完成的又一项常规工程，以后去滨海湾不用再绕路换乘。但这只是最表层的获益，这39公里的完整圆环其实是新加坡提前为未来30年城市重心转移埋下的一条关键伏线。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个圆环背后的长远规划。要理解这个圆环的实际意义，我们需要回到新加坡的现实情况中。新加坡城市发展面临一个长期挑战，那就是土地资源高度稀缺，市中心更是寸土寸金。在这样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下，任何大型基建都无法进行大面积的拆建。回顾新加坡地铁的发展，从最早红线和绿线构成的十字骨架，到紫线、蓝线的网状交织，新线路的加入不断在挑战地下空间的极限。环线的前5个阶段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但为什么最后这短短4公里左右的第6阶段却耗费了如此长的时间和高昂的成本？因为这不仅仅是铺设铁轨，更像是在城市核心地带进行一场精密的微调工程。这3个新车站所处的南部区域，地上是繁忙的商业区、历史建筑和港口设施，地下则是错综复杂的管线，既有建筑地基以及复杂的地质条件，比如在坚硬的5级芝麻花岗岩和松软的海象粘土之间穿梭。这种软硬交替的地质就像是一块夹心饼干，对盾构机的刀盘磨损极大，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地面沉降，甚至影响到上方历史建筑的结构安全。在这里进行工程，依靠的是精细化管理的智慧，工程团队必须实时监控每1毫米的地层变化，确保地面上的车水马龙和市民生活不受丝毫影响。也就是如何用最小的地面干扰和精密的盾构技术去连接城市交通的关键节点。根据 LTA 的数据，全线贯通后，环线总长将达到39公里，拥有33个车站，包含12个换乘站。这意味着它将有效把原本高度集中在核心商业区的交通压力均匀地向外围疏解。这种从放射状向环状的闭合是土地受限时的必然选择，也是本地城市规划的一个缩影。如果说精密施工是工程层面的考量，那么在城市规划层面，环线全线贯通则是开启南部滨水区发展的一步关键棋。看地铁规划，大家可能习惯关注站点离家多近，去乌节路是不是少坐2站，但对于关注本地发展的企业和机构来说，交通基建的走向往往预示着产业重心的转移。了解本地规划的朋友都知道，随着西部大市港口的逐步建成，现有的市中心南部港口业务，包括丹戎巴葛、吉宝和布拉尼岛的集装箱码头，将在未来10几年内全面搬迁。这不仅是港口物流向更高自动化、智能化迈进的资源整合，更关键的是，它将在市区边缘腾出约2000公顷的黄金土地。你可以想象一下，这相当于现有滨海湾面积的整整6倍，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城市留白。这片区域将如何开发？答案其实已经体现在环线的布局中。吉宝站和爱德华太子路站正好位于南部滨水区的关键节点上，这就是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它将彻底重塑南部海岸线的天际线，把曾经被集装箱填满的工业区变成集居住、商业、休闲于一体的绿色水岸城市。参考东京的山手线，它不仅串联了核心枢纽，还让环线上的多个节点发展成新的商业区。新加坡的环线闭合也将带来类似的影响。当圆环画完之后，从西部的纬一科技城到南部的滨水新城，再到东部的滨海湾，人员和商业的流动将不再需要全部集中到来佛士坊去中转，这提升了商业选址的灵活性。对于在本地工作的专业人士来说，
这意味着未来办公地点和居住选择都将沿着这条环线向南部拥有海景和完善基建的新区域延伸。你可能住在女皇镇，在吉宝的新园区上班，周末去滨海湾看展，全程在一条环线上顺畅切换，基建先行，带动区域发展，用一条地铁线提前规划未来30年的城市版图，这是本地城市规划中非常务实的一面。在经济规划之外，这3个新车站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文化样本，那就是广东民站。在追求交通效率的同时，基建也需要兼顾对本土历史的保留。广东民站的建设就是在地下28米深处，现代工程与历史遗迹的一次融合。熟悉本地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广东民站的选址正位于旧丹戎巴格火车站旁边。这座建于1932年的火车站是新加坡的国家古迹，它曾是连接新马两地的重要交通枢纽，承载了无数本地人的聚散离合与时代记忆。如何在不破坏这座珍贵古迹的前提下，在非常靠近老旧地基的地方建一个深达28米的现代化地铁站，这对工程技术和城市更新理念都是一次极其严苛的考验。如果处理不当，历史遗迹可能会遭受不可逆的损伤。市区重建局 URA 和路交局 LTA 的做法是，在车站设计中融入对老火车站的保留元素。工程团队采用了自上而下施工法来控制地层变形，并将旧火车站的部分月台结构进行了切割、保护与修复。未来，这些承载本地记忆的老月台将与新的地铁空间衔接。不久前，路交局在这个还未正式启用的广东民站里，联合本地艺术学院举办了毕业时装秀。这个举动表明，未来的地铁站不仅是通勤中转站，也可以成为艺术展览和社区互动的公共空间。当你在2026年走进广东民站，享受通勤便利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在务实的规划中保留历史记忆，正是新加坡城市发展的一贯作风。从线到环，经过多年的建设，新加坡即将完成这次重要的交通升级。它不仅是上班族每天省下的通勤时间，也勾勒出南部滨水区未来的发展轮廓，并在地下妥善保留了城市的历史记忆。路交局宣布，在2026年正式通车前的7月4日，将举办公众预览活动，让大家体验这3个新车站。我建议在本地的朋友们，到时候一定要去实地走一走，亲自感受这项宏大工程背后的细节与巧思，看看我们的城市是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无限的可能。你对环线贯通后的南部滨水区发展有什么期待？是更便捷的生活圈，还是更多元的工作机会？或者你最关注本地哪方面的基建动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如果你喜欢今天这种从本地视角观察城市发展的分析内容，请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次的分享了。我们下期再见。